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石。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反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狮酥的创始人武阳。然后既然是拜师，也没空手去，正好快到国庆节了，给老师带了2箱经典娟山有机奶，这都是珍稀的娟山牛产的奶，每100毫升里就含有4克的原生乳蛋白，新一代有机，而且还是披荆斩棘2的哥哥同款，好喝还有营养。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那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两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夏天到了，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龙虾了。但每年吃的小龙虾口味都差不多，今年想研究个新吃法。今年趁便宜买了60斤，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但是过程实在是太不顺利了。刚要接水刷虾的时候，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我当时都懵了。我从来也没想过买好的虾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抓了2个小时，我心终于能消停干活了。结果又有新的意外发生了。刷虾的时候，我那个水管就没拿住，我碰巧呲了他们一下。谁寻这一下给大伙呲燃了，虾都不刷了，变成水上乐园了。等几个老嫂子洗完澡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这个造型了。那天换号播，就是因为这会儿他们被认定为擦边女主播。后来给小龙虾取肉可挺费劲，虾尾就没啥说的，就纯力气活硬掰。虾钳是最纠结的，就明知道它没肉，但是不舍得扔，只能一点一点抠。问题一个钳子就只能取出这么点肉了，这些我一共扒了1个多小时，取的肉都不到1个碗底儿。后来我就琢磨，这小龙虾得亏是近代被发现的了，这要是早几百年发现它能吃啊，那虾钳肉势必又是一道流传千百年的老佛爷名菜。后来有点饿了，就做了个小龙虾酱拌面。我最近认识个品牌的 PR， 他看我们成天拉磨实在太可怜了，送了我一台维他命斯的破壁机。
这机器贼猛，直接打整只带壳的龙虾都没问题。它1分钟能打37000转，打个果仁贼简单，可以直接放大块水果，而且整条鱼都可以直接打成鱼汤，没有渣，口感贼细腻，做任何菜都不在话下。然后吃完饭有点劲儿了，就直接给它都扒完了。55斤的小龙虾，一共就取出5斤5的肉。这丸子现在呀，全看怎么说呀。要说它是20块钱1斤小龙虾做的，听着有点一般；但要说它是200块钱1斤的虾仁做的，感觉肯定特别好吃。早上的时候做了一大锅丸子汤，这个丸子吧，就是做的有点熬人，吃的也没啥特别的，虾味倒是很浓，但没什么鲜味，特别像超市卖的那种舍得放添加剂的速冻丸子。完昨天还偷摸留了几斤虾，早上一起给做了。吃上这个，我对我汆丸子这个经典的特别懊悔，甚至都想忏悔。我发现小龙虾这一生最好的归宿啊，还是麻辣。我最近特别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个无花果丝儿，但是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吃起来特别面。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小时候吃的其实都是萝卜做的，所以我们去扛了1200斤萝卜回来。我打算在家报复性做点这玩意儿，来弥补一下小时候不舍得大把吃的遗憾。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报复啊，首先得能忍受得了这萝卜的香味儿。这么多萝卜放一起，那劲儿实在太大了，我那几天都没敢出门见人。就当时那个状态，我要是出门站到一个陌生人旁边的话，他10000%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气呢，还是站在旁边偷摸放屁了。然后为了吃的时候能没有萝卜味儿，我们这顿折腾啊，又是放盐下水，又是放糖和柠檬汁给它腌底味去辣味，就连最后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费了老多心思了。我买了50斤话梅回来挨个取肉，然后打粉的时候还放了好多陈皮和甘草。妈，这活干的比回老家掰苞米还累，不过吃起来应该很健康。但是这么多萝卜凑一起，家里根本就晒不下。后来我把家里所有能通风的东西都给拆下来晾萝卜了，完了提前选了个大晴天，整整铺了一院子。接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那属于是晴天定丰收啊，但雨天直接死。把这些萝卜都晾上了，后面就没什么活了，我们也能出去过个节了。正好前2天在得物买的阿玛尼黑武士手表也到了，我火速就给带上了。他们都是品牌直发有正品保障的，还有假1赔3售后保修的服务。现在点评论区打个得物，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你们快去看看吧。然后这些萝卜晒了2天半，那状态特别好，我感觉再风干1个晚上就能丰收了。但是万万没想到，那天晚上太极否来，物极必反了。那后半夜睡得最实的时候，外面下了3个小时雨，生生把我要晒好的萝卜干都给浇成萝卜了。后来面对这琢磨不透的天气，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8月15那天开始，我把我地放到院里打精了。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那萝卜3天就丰收了。然后这些晾干的萝卜丝儿需要再喷点柠檬汁回润一下，之后拌上我们精心自制的梅子粉，最后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现在不论是卖相还是味道，都跟小时候卖1毛钱1袋的零食一模一样。尤其是那种越嚼越酸，然后酸到流口水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然后为了更能还原当年的感觉，我还定制了一批包装袋，这袋一用上，我那小时候偷着拿家里钱买零食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就我上学的时候家里要有这么多无花果，那我纯校园大霸。不过这些玩意儿直到我做完了我也没想明白，我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萝卜，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关系啊？